1990年，以美国为首，共35个国家组成联军，与伊拉克进行了一场仅为42天的局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军首次采用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拉克军队进行了覆盖式的远程精准轰炸，向世人展示了现代战争最初的范本。海湾战争共持续42天，盟军死亡总人数大约为378人，而伊拉克死亡人数却有10万之多。如果再加上被美军俘虏的7.1万人，那么这场战争整体战损比达到了惊人的2:100。开战前，提康罗德加级巡洋舰、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洛杉矶级核潜艇等13艘舰艇同时发射了第一波战斧导弹，52枚中51枚击中了预定目标。在盟军第一波攻击机组进入伊拉克领空之前，伊军数个防空设施被尽数摧毁。此战美军共发射战斧导弹291枚，整场命中率高达95%，这就是战斧巡航导弹在实战中的惊天表现。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该型号导弹第一次在实战中亮相，为此很多学者纷纷做出这样的评价：世界也该醒醒了。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高射程全天候短翼次音速巡航飞行的导弹，名字源自印第安战斧。这把斧头是战略武器领域美苏争霸的产物之一。其实，在战斧问世的20年前，巡航导弹这个概念已经广为人知。1946年，诺斯罗普历经11年研制出了美空军的 SM-62A 沙蛇导弹，这是目前唯一服役过的洲际巡航导弹，射程达8000公里，发射重量22吨。70多年前，各种电子系统与制导技术都是刚刚起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枚拥有超远程射距的导弹，最终的结局一定是找不到方向，发射后飞到哪儿全凭天意。最出名的一次是1958年，试射后的沙蛇导弹不知所终，直到1982年，巴西人民才从南美洲的雨林里发现了他老人家的踪迹，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接下来是 AGM-60 天狮星导弹。这枚导弹外形酷似飞机，发射重量6吨以上。1947年开始研制，55年服役。对比沙蛇，这颗星星有着同样的特点，飞得太高，速度太慢，也不怎么准。唯一的优点，星星没有捅出波浪运动的窟窿。简单解释呢，就是没有因为导弹迷路引起国际纠纷。当然了，这并不是因为星星的精准度好，而是因为它的射程只有925公里，只要不在边境发射，基本它也飞不到他国领土。1958年，天狮星2号 AGM-15 问世，速度达2倍音速，射程也增加至1600公里。速度解决了，可是因为科技的原因，射击精度还是有待欠缺。最为致命的缺点是水下发射时故障频发。就这么着，美国海军移情别恋，天狮星2号卒。经历各种鸡肋般的巡航导弹，美国人意兴阑珊，日子不知不觉流逝到了1972年。在当时，因为远程导弹迷路误射到他国领土引起的争端十分频繁。最重要的是，水下发射从来都是冷不丁，根本没有办法做出提前防备。这个时候，如果一方较真儿，那对方又不是故意的，没办法死揪着不放。可是不追究的话，又不知道哪天会从哪儿再冒出来一颗。于是，1972年5月26日，美苏双方由苏联主导签订了苏联和美国裁减中远程导弹条约，以此来限制双方潜射型弹道导弹的研发和装备。可是让美国人没想到的是，条约限制了弹道和潜射，但并没有限制巡航导弹的使用。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大量装备了 SSN-3 沙道克，该型导弹射程约为800公里，虽然只能水面发射，但覆盖美国大多人口聚集的海岸线是绰绰有余的。与美国相比，苏联无论是军事基地、首府还是人口，大多都分布在内陆。美国800公里的巡航导弹只能触及苏联的皮毛。对此，美国认为苏联完全就是在玩文字游戏，这份条约自己的亏算是吃大了。于是，在这项不平等条约还没满月的时候，五角大楼突然宣布，计划用5年时间，总经费9.5亿美元，搞出一种集战略战术于一身，既能从水下发射，又可从空中和水面舰艇发射的巡航导弹。1974年1月，由通用动力公司研发，编号为 ZBGM-109 的实验型巡航导弹首次定型。该弹长 5.56 米，直径 0.59 米，速度 0.7 马赫，
射程550到2400公里。但身为旅制，采用地形匹配加惯性制导，推力272公斤，由威廉姆斯公司的 F107 涡扇发动机产生，另加61厘米大西洋公司制造的固体助推器。发射前，导弹和助推器会一直贮存在充满氮气的精致不锈钢容器内，容器大小符合标准鱼雷发射管。发射时，导弹和容器会被一起插入鱼雷发射管，导弹从容器内射出后，固体火箭助推器点火，钢制容器从发射管内抛出并下沉，在导弹达到预定高度后，弹翼会从侧面展开，至此助推器脱落。1976年2月13日和2月15日 ，ZBGM-109 成功完成了2次飞行试验，首次水下发射就飞到了335米的高度，滑行了 3.2 公里。这次试验展示了导弹的固体助推器在水下和空中点火的性能，以及气动操纵面的展开和飞行的稳定性。1976年4月，海军选定通用动力为主承包商，战斧由此转入了工程研制阶段。就在战斧即将定型的同时，美国海军和空军相继也开始了海射型和空射型远程巡航导弹的研制。说简单点，就是各个军种都在撅着屁股研究。空军只研究空射型，海军只研究潜射型，完全不考虑导弹的多军种通用性。美国高层对此是抓耳挠腮，认为这完全就是在浪费资源。五角大楼更是一再强调要研制一种适用于各军种的导弹。迫于压力，1977年初，美军终于成立了巡航导弹联合发展局，由海军少将沃尔特 ·M· 洛克担任局长，空军上校查尔斯 ·G· 麦克劳恩当他的副手，开始了统一领导海射、空射和陆射巡航导弹的研制。1977年初，战斧进入全尺寸研制。同年1月初，海军对战斧进行了首次全尺寸飞行试验，编号也由 ZBGM-109 更名为 YBGM-109。从空中发射成功后，转入地面平台发射。进行了17次成功发射试验后，1978年9月，第一枚全尺寸战斧导弹从 A6A 载机发射，在有目标舰的海域内大约飞了814公里，接着进行跨区搜索，最后从超低空成功击中目标舰。不过命中前按程序机动要求，导弹只是在目标上方掠过，并从水下回收后进行了第二次发射。第二次发射在加州海岸外圣克利门地道进行，此次实验为车载平台发射。试验中，助推器将导弹推至 30.5 米高度，以 0.6G 的加速度转到巡航高度，然后助推器脱落，弹翼和进气口展开，随后威廉姆斯 WR-19A71 涡扇发动机启动。导弹在末端跃升机动之前飞行了一段短距离，虽然在冲击水面的时候导弹损毁了，但是此次发射的目的已经完成，那就是整套发射程序的首次论证，从助推器点火到尾翼主翼和发动机进气口展开及涡扇发动机启动为止。第三次试验，导弹在中国湖上空发射后，低空沿地形飞行，1小时17分到达在达格尾的目标。在飞行末段，由末制导系统提供精确制导输入信号。此次发射是首次对导弹的受控、制导以及对地攻击的弹道进行测试。麦道公司的 AN/DPW-23 地形匹配制导以及 TER-COM 系统的性能是这次全尺寸发射试验的任务核心。简单来说，地球表面任何一处地理位置都可以通过周围地形垂直等高线来区分出地形的唯一特征。TER-COM 系统就是将所测地形的剖面与系统计算机中的地形剖面进行比较，再用最佳匹配法确定所测的剖面的地理位置是否正确，以做出及时调整。从1977年至1980年，战斧导弹分别进行了助推器工作和脱落、折叠弹翼的展开、巡航发动机的启动和工作、导弹发射程序、惯性系统的工作、地形和景象匹配系统的工作、导弹的命中精度、突防、生存能力、超视距目标的探测、识别和引导等50余次飞行试验，解决了导弹自身出现的所有故障，规避了发射以及击中目标前所有可能会出现的难题。1981年6月，战斧正式投产。1983年，难度最低的战斧反舰型 BGM-109B 开始服役，核攻击型战斧 BGM-109A 以及水面潜艇通用的战斧 BGM-109C 于次年服役。此时，距离1972年五角大楼的声明已经过去了10多年，这个时候才算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具备战略、战术且军种通用的巡航导弹，
整个过程可以用一句词语来形容：10年磨一剑，功成万骨枯。1990年，海湾战争是战斧导弹的处女秀。开战前，大约900枚 BGM-109 战斧 C 型与100枚 BGM-109 战斧 D 型，以及60枚前射型陆攻战斧导弹被麦道公司紧急提升了燃料携带量，以满足盟军潜艇在较远距离的发射需求。这场战争，战斧导弹正式走入世人眼帘，使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眼前为之一亮。战争还有这么一个打法。很多人认为，只要是美国发动的战争，很可能就伴随着资源的掠夺。而实际上，这一战萨达姆挨打一点不冤枉，对于美军来讲，更是一场正义且近乎非常完美的胜仗。两伊战争期间，科威特对伊拉克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加一起大约为140亿美元。战争结束之后，科威特要求伊拉克还钱，而伊拉克不仅不履行债务，反而还在石油开采、出售问题上频频向科威特下黑手。直至最后，萨达姆想出了一个更妙的主意，把科威特收了，这钱不就可以不还了吗？在此之前，伊拉克还是美国的跟班。关于吞并科威特，萨达姆将计划告诉了美国。美国大使格拉斯皮当时给出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对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分歧没有看法，美国也无意对伊拉克发动经济制裁。不知怎么了，这看似很中立的话却给了萨达姆一个错觉，他认为美国人同意了。战争爆发前一周，萨达姆再次请求美国协助，美国大使馆对此声称美国没有包围科威特的义务和条约。就是这句话让萨达姆的错觉更加严重，他仿佛已经看到科威特大街小巷遍布着自己的画像。海湾战争距今30年过去了，我们通过旁观整个事件，能感受到当时美国和伊拉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后来记者采访格拉斯皮的时候，格拉斯皮也亲自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当时认为伊拉克并不会吞并科威特，而事实证明美国人错了，萨达姆错得更是离谱。伊拉克先是试图用武力逼迫科威特免除债务和降低石油产量，紧接着吞并科威特的战争爆发。对此，联合国通过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撤军，紧跟着通过661号决议对伊拉克实施制裁并进行海上封锁。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伊拉克不仅没有照做，反而又将兵力向沙特方向挪动，准备让萨达姆的画像也挂在沙特的街头巷尾。至此，美国为首的联合军队终于坐不住了，开始向沙特输送兵力。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美国国会的特别联合会议上的原话是：3天之内，12万名伊拉克军队和850辆坦克涌入科威特并向南移动，以威胁沙特阿拉伯。我们决定采取行动，制止这场侵略。海湾战争由此正式打响。有人说，海湾战争中的美国人、英国人都包藏私心，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萨达姆先入侵了科威特，联合国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伊拉克拒绝，联合国授权美国人出兵，将萨达姆暴打一顿，科威特得以解救。授权出兵干涉的决议是联合国的678号，决议规定了萨达姆的撤军最终日期。如最后期限萨达姆拒不执行，授权各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这个决议仅有古巴和也门投了反对。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一共联合了39个国家参战，在萨达姆宣布接受停火协议之后，军事行动也随之停止。从开始到结束，美军的一切行动完全合法。整场战争前后，联合国给足了伊拉克自救的机会，但是萨达姆硬是要打这一仗。他眼里自己比越南强，只要顶住了，多消灭点美军，美国国内一抗议，美国就得撤军。只不过他错估了一点，这支1991年的美军和1970年并不是同一类军队。当萨达姆抬起头看到天上飞来导弹的时候，那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战争的结束。战斧巡航导弹经此一战成名。战斧导弹的生产和服役共分为5个批次。第一批次的战斧包括2型，分别是携带核弹头的陆攻型 BGM-109A 与反舰型 BGM-109B。BGM-109A 搭载20万吨级黄色炸药威力的 W80 核弹头，导引系统为惯性导航及地形比对系统。这一时期的导弹巡航速度只有 0.7 马赫，很容易被防空炮击落，因此必须低空贴地飞行。利用地形躲避雷达，并设定曲折迂回航道，在海面上飞行时，战斧以惯性导航系统维持航向。
进入陆地后，地形轮廓比对系统会判断飞行路径的地形是否与资料库中卫星影像符合，然后自行修正航道，朝目标前进。BGM-109B 型使用小牛导弹的454公斤传统高爆弹头，鱼叉反舰导弹的 AN/DSQ-28 雷达巡标与 IBM 系统的 4PI 电脑。此外，该弹还拥有反辐射模式，能跟踪锁定电子干扰信号源并加以攻击。第二批次的导弹为携带传统弹头的 BGM-109CD 陆攻型战斧，这一型号的导弹换装传统高爆弹头，并引进数位影像区域比对系统，大幅提高了精准度。由于配备的并非核弹头，所以这型战斧能在一般的情况下使用，并凭借其极佳的精准度达到极高的打击效果。BGM-109C 与 D 型的主要不同在于弹头 ，C 型配备454公斤高爆弹头，而 D 型则拥有内含166枚 BLU-97B 次弹械的高爆级数弹头。第三批次战斧导弹主要针对第二批次的金属技术进行了改良，加装了 GPS 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Time of Arrival 软件控制、改良型导航电脑、程序化延迟引信。Time of Arrival 使多枚战斧导弹能由不同的方向攻击同一目标。这一型战斧的弹头由2型的454公斤降至320公斤，但由于弹壳较坚硬，穿甲能力反而是后者的2倍。此外，该型战斧也改良了发动机，并增加燃油使用效率，大大提升了射程。第四批的战斧导弹换装了具反干扰能力的 GPS 接收器，并加装双波段卫星 UHF 资料链，能在飞行中途更改攻击目标。目前，战斧导弹家族的最新成员是战术型战斧，又称战斧 Block 4+。战术型战斧的主要改进包括燃料箱构造简化、电子系统集中安装、简化固态火箭加力器、减少特殊加工部件，并减少35%的零件，大幅简化了生产流程。战术型战斧相当重视降低成本，单价预定为57.5万美元，约为以往战斧的1/3，但每组装工时也由原先610小时降为193小时，射程更是延长至2800公里，能在目标上空盘旋约2个小时。虽然战术型战斧的成本降低不少，但是性能不减反增。战术型战斧的导引系统可预先输入15个不同目标，在导弹升空后可视情况选择预设目标之一加以攻击。指挥单位也能利用资料链引导战术型战斧攻击一个不在预设之内的新目标，大幅增加了使用弹性。为了防止敌方对 GPS 讯号进行干扰，战术型战斧的 GPS 拥有反干扰能力。此外，还增设一台电视摄像机，在目标区飞行时，可将目标区的影像以及资料链传至指挥单位，作为前一波攻击的战术评估。有需要可对其再度发动攻击，或者引导导弹攻击新的目标。这一功能使得战术型战斧犹如巡航导弹与侦察用 UAV 的结合体。战术型战斧导弹于2003年起量产，2004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2005年，雷神公司推出战术型战斧的混凝土贯穿型，配备最新的混凝土贯穿弹头。第五批次于2021年3月推出，该批战斧改进了导航和飞行中锁定目标能力，之后又推出了海上打击战斧，能在海上击中移动目标，以及配合联合多效弹头系统的第五 B 批次，用于打击多种陆上目标。所有第四批次战斧都将升级为第五批次，而剩下的第三批次导弹将退役。根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报道，2018年4月27日，美国海军向雷神公司提交了最后一份战斧导弹的订单，并宣告在完成这份合约后，战斧将结束延续40年的生产历史。也就是说，这次将是战斧最后一次走出生产线。该订单采购100枚战斧导弹改良第4型，总价1.43亿美元。这批导弹具备全方位垂直发射能力，可安装在伯克级神盾驱逐舰上，主要用途为远程对陆地攻击，于2020年8月完成。不过，美国国防部的财政预算显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2021年以1.25亿美元的预算再次购买了48枚陆攻型战斧。2023年3月17日，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宣布，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澳大利亚出售220枚战斧巡航导弹。日本政府于2月份也曾宣布，将耗费巨资从美国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以此来看，该型虽然跨越了世纪，科技属性依然满满的战斧导弹将会被持续生产，服役至50岁甚至更长的时间。让我们把目光再回到战争，如多年前的海湾战争一样，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从印度洋上发射战斧，直捣阿富汗境内盖达组织与塔利班的阵地。利比亚内战奥德赛黎明行动中，
美军潜艇同样使用战斧，阻止了卡扎菲当局继续武力镇压反抗群众。2014年4月6日，为报复叙利亚阿德赛政权殃及平民的致命化武攻击，美国发射59枚战斧攻击阿巴尔·阿萨德部队位于沙伊拉特的空军基地。这一次59枚战斧无一例外全部命中目标。有人用老而不朽来形容这场战争中的战斧。火力军认为，随着美军不断对其进行升级，除了战斧的名字还停留在20世纪之外，其他都已经迈进了新时代。对此您怎么看呢？好了，以上就是战斧巡航导弹的全部内容，喜欢的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